嗨，我是大明，这里是 D-Min Studio。最近我会来聊聊我的舞台经验，还有在教学上学生所遇到的困难，希望对正在学口琴的你有帮助。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跳音。很多初学者在吹口琴的时候会出现的错误是你的手臂摆动过大，或者是你只动头不动手。那你手臂摆动过大，会让你这个人看起来的动作十分大，但是你在吹音阶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太高的效益。所以如果太大话，看起来会类似这样，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很像机器人。那第二个问题是你只动头，不动你的手，所以你在吹到高音与低音的时候，你的嘴巴跟你的口琴会产生一些奇怪的夹角。那有可能就会产生出一些奇怪的音色，类似这个样子，就会有一些奇怪的、比较扁的声音出现。然后你在吹奏的时候，也会因为你动头，然后这个速度太慢，会造成你在后期吹一些快速音阶的时候，会没有办法负荷。比较好的做法，我推荐给各位的是，可以用你的左手的手腕为中心点去做旋转。当你吹到比较高音的时候，你的右边口琴就往里面走一点；当你吹到比较低音的时候，你的左边口琴就往里面走。搭配你的头稍微往右、稍微往左偏，这样你的动作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弧形，就类似这个样子。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动作来吹出一些很顺畅的音阶。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转动手腕的动作搭配在一些简单的小曲子片段里面，让你感受一下这个动作吹在音符里面会有什么感觉。好，第一个片段是初学者很常练到的定位跳音。你会看到我在吹这个简单的音阶的时候，我是用动手腕加上些微动头的方式，这个动作会让你在跑音阶的时候看起来的动作非常的小。第二首曲子是比翼鸟，这首曲子含有大量的音符，它的音符主要集中在中音与低音的位置，在早期台湾的口琴发展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人练习过，那你可以感受一下利用手腕这个动作把它带入到音群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小技巧。如果你有任何想要知道的，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或是联系我。这里是 D-Min Studio， 我们下次见，拜拜。